Hello，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STM32的事件 event。首先打开 IDE， 新建项目，选择 MCU， 设置项目名称，将按钮设置为外部中断。这里需要用到4个按钮，所以我们将其他3个普通的 GPIO 设为外部中断。首先打开数据手册 UM1724，我们使用 PA0、PA1、PA4 作为其他3个按钮。设置时钟为80。设置所有的按钮为下降延检测。同时上拉电阻，使能外部中断，使能 Timer 6。Timer 6的设置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解过，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欢迎点击上一个视频。好，生成代码。将相应的文件拷贝过来。
今天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当用户按下按钮的时候，会打印出 button 1、2、3或者是4被按下。首先，按钮最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祛抖问题。在硬件方面，祛抖非常简单，就是加一个旁路电容。如果硬件没有加旁路电容的话，我们就必须通过软件来实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3个按钮，它是没有旁路电容的。好，现在我们来添加相应的代码。这里是设置 timer 的代码，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点击上一个视频观看。将 event flag 的 hash 引入。好，我们看一下 main load。一个按钮被按下，相当于一个 event， 所以我们现在有4个按钮，我们定义4个 event。我们打开 event flag.h， 我们定义一个枚举，然后里面有4个 event， 然后在 main loop 里面，我们循环这4个 event。当 event 等于1的时候，我们调用相应的函数，这就是所谓的 jump table 跳转表。我们看一下相应的函数，分别打印出 button 1、2、3或者是4被按下。当调用完相应的函数过后，我们将 event 清零。现在来看一下外部中断如何实现。打开中断函数，这边可以看到外部中断，分别是 button 1、2、3、4的外部中断。好，我们点开它的原函数，这里一样会调用一个 hold GPIO external interrupt callback。如果需要用到的话，需要在用户自己的文件实现。所以我们打开 event flag.c， 实现这个函数，然后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我们将 event flag 设置为1。主函数里面就会检测到 event flag 等于1，同时调用相应的函数。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打开 SWV， 设置时钟为80。开启 ITM。好，现在点击按钮，
好，这边会打印出 button 1 press。我们看一下 button 2。好，这里会看到button 2会打印出很多次，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祛抖的原因。一般上祛抖所使用的方法是 delay。我们将 delay 加入到函数当中。尝试一下。好，可以看到 button 2不会再打印多次，但是用 delay 的方法是浪费 MCU 的时间。delay 在这里用了50毫秒，其实 MCU 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一样用 timer 来取代 delay 这个方法。首先定义一个变量 debug timer ID， 现在有4个按钮，所以我们定义4个。然后使能 timer 初始化这4个 timer， 然后回调函数是 debug timer callback。我们在这里的回调函数才将 event flag 设置为1。而在外部中断里面，我们是打开这个 timer。当外部中断检测到按钮被按下的时候，打开相应的 timer。同时 timer delay 50毫秒，然后当50毫秒到达的时候，进入相应的 debug timer callback， 然后将 event flag 设置为1，从而达到祛抖的效果。这样 timer 在计时的时候 ，MCU 仍然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好，button 1 button 2 3 4，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点赞、订阅及转发。如有任何疑问或是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再见。